8年前的那个午后，你就那样照进我的生命里。鲜活，自由。允儿，我想要柳珠花开的样子，我想倾尽余生。柳珠，盛安集团的并购案需要加快速度，周3之前我要看到结果。如果这个王总不想配合，我不介意他转移资产养小三的新闻登上《荆州日报》的头条。方律师早。方律师，你是君逸的女朋友又怎么样？不过是家族联姻而已。君逸在我的床上可是很热情哦，他可是说我比你有趣多了。你喜欢，那送你了。杨君逸，咱们分手，照片证据已群发，各自安好，勿扰。部长，新能源项目组织架构汇报材料已提交，等您批示后推进下一步工作。爸，之前说过跟方家联姻的事，可以提了。爸爸妈妈，爷爷，我回来啦。玉儿，你没事吧？杨家那小子简直混账透顶。妈，我没事儿，垃圾自己跳出来分类，未尝不是一件好事，不值得动气。爷爷，女儿这件事处理得很好，干净利落，有我们方家的风骨。不过，允儿也到了婚嫁的年纪了，我觉得还是早一点定下来才稳妥呀。这事儿你们就不用操心了。赵家有个小儿子叫廷文，年纪轻轻就执掌大权，不仅性格沉稳，模样也很周正。我和赵家老爷子都觉得你两个很般配。爸，赵家的小儿子这比女儿大12岁，这按辈分都应该叫一声叔叔了。我看老爷子说的有道理，年纪大一点怎么了？廷文的孩子呀，我也见过，斯斯文文的，我觉得跟咱们家允儿很般配。其实我现在考虑专心搞事业。我和赵家老爷子已经定调了，这件事没得商量。颖儿，你早点结婚，对这个家，对你自己，都是好事一桩。反正总归是要联姻，和谁大概都一样。听爷爷的安排。
这就对了。下周3晚上，荆州饭店，我们2家人一起吃个饭。你跟婷雯也认识。嗯。欢迎欢迎，来。这就是荆州外商部部长赵廷文，荆州最大的画室人，以前只在新闻上看到过，本人看起来倒是比网上好看很多。谢谢赵叔。谢谢赵叔。方宇，你糊涂啊，这也能叫错？谢谢赵部长。方小姐，客气了。方叔，听说您喜欢下棋啊，下一次咱们有时间可以一起切磋一下。喂，速救！今年新能源的项目还是会大力扶持的。这人是中式风，联合法务和财务部都做了牵强。中式风的旅游开心是，还可以。这人是中式风，失陪一下。一宝，我被叫来跟大12岁的叔叔辈相亲，求安慰。对方城府极深，简直是老狐狸成精，我差点没在他面前装好名门闺秀。哎，好了，我先不跟你说了。寒风催促相拥，雨夜又是你出现在他什么时候出来的？到底看到听到了多少？不会又听见我叫他叔叔了吧？方小姐，外面很冷。赵部长，没什么事的话，我就先进去了。名门闺秀，我想要的从来都不是什么名门闺秀。静文，有人啊，以我们长辈来看啊，你们俩极为般配。颖儿，赵爷爷他们都很喜欢你，说说你的想法吧。我能有什么想法呀？说的好像由得我做主一样。哎，总归最后都是要联姻的。赵廷文至少长得不错。婚姻大事自然是听长辈们的安排，我都听爷爷的。好，好，廷文的意见呢？难道这位赵部长看穿我不是名门闺秀，准备拒绝？方小姐温婉知礼，我觉得很好。既然长辈们都觉得合适，方小姐本人也没什么意见。
那就先领证，下个月办婚礼。好，这婷雯办事啊，就是爽快。那就按婷雯的意思来。我看呢，下个月的初8就是一个好日子。这相亲相的，比连轴转看了3个厅还累。不过值得安慰的是，赵部长这张脸实在是赏心悦目。没穿衣服，雪儿，你这路子够野的呀！头回见面就玩这么大，想什么呢？按照辈分，得叫他一声赵叔叔，赵廷文叔叔。你说谁？荆州外商部有史以来最年轻的部长赵廷文。我小点声，我去前面。你这吃的够香的，那可是赵廷文，年轻有为，位高权重。关键还长得这么帅，我跟他就见过一面，根本就不熟。哎，结了婚躺在床上，有的是时间说。你太八卦了。不要说，不行了，不行，我头晕，我得回家里，不让吴叔来陪我。喂。我说我在云顶喝多了，你来接我一趟呗。啊，悄悄的，千万别告诉爷爷，否则他又该说我了。我说，待着别动，等我过去。赵部长，我说，你怎么好像变帅了？什么吴叔叔，你好好看看，想死别带上我呀！赵部长，我头晕，我就回家了。不让吴叔来接我。喂，吴叔，我在云顶喝多了，你来接我一趟呗。待着别动，等我过去。对不起，我可能是打错电话了，我还以为是吴叔呢，抱歉，给你添麻烦了。迷失情感迷宮，迷戀的心會否與你相同？時鐘搖擺時空，因你在搖動。一氣觀星太美好，即使跟你擁有。黑暗与孤寂中待久了，也会忍不住想要抓住一束光芒。
我觉得这3套挺好的。哎呀，允儿这孩子怎么喝这么多呀？伯父、伯母，他睡着了。没事没事，你直接把他送回房间休息就行。他在那边呢，一路抱进来的。我看这事准成了。老爷子眼光果然多了，这俩孩子真是般配。I can you think just so think so you say hello making you might belong and you know you seem to go you don't know I love you so breaking down you're trying to go I can down to zero. And you know you're trying to go. You don't know. 听文我看你和允儿相处的挺融洽的，我们当父母的这心里是又踏实又欢喜。那你们你来说，你来说。你们打算什么时候去把证领了？明天。小懒虫起床啦！妈妈，我还没睡够呢，让我再睡会儿呗。傻孩子，睡什么懒觉啊？赶紧起来收拾收拾，今天要去领证的。好，我知道了，睡醒就去领证。领证？对呀，这婷文早就来了，在外面等你半天了。赶快把这个换上。妈，只是领证而已，不用搞得这么隆重吧？人生大事必须隆重，仪式感，懂不懂？亲爱的人，亲密的爱人，赵部长，我好了，我们走吧。谢谢你这么长的时间陪着我，亲爱的人，亲密的爱人，这是我一生中最兴奋的时分。赵部长，接到李秘书的通知，我们就立刻做了安排，专门为你开通了特殊通道。费心了。这位就是方小姐吧？二位真是金玉良缘，天作之合，请进。我这就结婚了，和荆州无数贵女梦寐以求的赵静雯。去吧。
去，我只顾着看你放纵不经意，心却飘过去，好可惜你没发现我。领证是大事，按规矩，我们应该一起吃顿饭。赵部长，你为人还挺老派的。不是老派，是程序完整，才能结果正确。所以，和我结婚，也是你程序完整的一部分。你不是程序，也许对你的记忆就是这爱情，你是我生命完整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是我在权力倾轧中唯一想要伸手握住的一点光。老干部也太会撩了吧！那走吧。开车，兰亭春晓。淮扬菜，只是相亲的时候随口一提，他就能记下来我喜欢吃什么。方宇，你怎么在这儿？你才跟我分手没几天，就跟别的男人一起出来吃饭，你是不是早就背着我，跟他勾搭在一起？杨君毅，你要点脸吧，你还嫌丢人丢的不够啊？我还没找你算账呢。哎，我不就是在外面逢场作戏吗？你把照片发的到处都是，啊，你什么意思啊？杨先生，注意你的教育。关你什么事啊？怎么不关他的事？介绍一下，这是我先生，赵廷文。赵廷文，你父亲杨司长最近在提拔的考察期，如果有必要的话，我可以请他去部里喝茶。不好意思啊，打扰到你了。没什么不好意思的。如果他以后再骚扰你，你可以告诉我。他是我前男友，我们在一起1年，两家本来都要订婚了，但就在前几天，我发现他跟人出轨。出轨的男人不值得留恋。你不要为此难过。那你……算了，联姻而已，何必问呢？我不会。方圆，我认为对伴侣忠诚是婚姻的必备品德之一。听说结婚要找一个本身就足够好的人，赵廷文似乎就很好。请走。谢谢。离婚了？上午刚领证。挺好的。说正事儿，下午2点半，荆州外商部和东南亚8国合作的新能源项目，你作为金城律所的法律总顾问出席。谢谢秦总，我一定不辜负您的信任。外商部这个项目涉及跨国合作，现在金城律所中标，由你担任法律总顾问，这年底晋升律所合伙人可指日可待。这个机会，你可要好好把握。秦总放心，我会全力以赴。大家都坐下。
领导，会议现在开始，接下来请金城律所的方允律师通过国际法向我们阐述项目风险防控框架。各位领导，基于前期项目特点及工作基础，我认为构建一个3位一体的法律风险防控。光落在你脸上，可爱一如往常，你的一寸一寸填满欲望。你低头不说一句，你朝着灰色走去，你走进混沌深海，你开始无望等待。部长，各位领导，以上就是我汇报的全部内容。各位，新能源项目是未来我们3到5年发展的方向，大家要辛苦了。但是我还是要提醒在座的各位，所有的工作流程都要依法办事。散会。方律师，李秘书，方律师，出于对项目背景的考量，赵部长认为有必要同您进行一次安静、高效的双向沟通，以确保项目推进的进度高效。李秘书的意思是，老干部想跟我单独约饭。李秘书说，赵部长有一些项目背景上的问题，需要跟我沟通。是现在开始吗？开了一下午的会，肚子饿了吧？先吃点东西。今天的菜都还不错。老男人假公济私起来还挺可爱的。下午的发言你准备得很充分，思路清晰，要点准确。不过这种会上提出建议要比发表看法更具有可行性。是我考虑欠妥了，赵部长，谢谢你的提点。方宇，我们结婚了，我认为我们私下相处可以不必要那么生分，叫我名字就好。今天多谢赵部长送我回家了。臨行辭別你，欣賞未夠，分一碟生絲豆，冬至送輕酒。方宇，紅霞溶掉你，身邊婚禮之前應該沒有機會再見面了。所以回頭望得清楚，快樂過很多，但缺乏你，我又擁有什麼？我不是我，你還是要耐心，耐心等到那束光，逐你而來。用啊！
被谁喜欢，又喜欢谁呢？Heart beats fast, colors and promises. How to be brave? How 这一 can 转眼 I love when 女儿都要出嫁 I'm 了。 afraid to fall? Watching you stand. 爸妈，我以后也会经常回来看你们的。好了，今天是大喜的日子，开心一点。雨儿，妈可是着急抱我孙子啊。妈，我还小呢，不着急。妈知道你忙事业，可是今年听闻也老大不小了，要孩子啊得尽快，这也是你爷爷和赵伯伯的意思。好，我知道了，我会认真考虑的。傻丫头，记住了，不管遇到任何委屈，记得回来，这里永远是你的家。要孩子啊得尽快。等会儿要怎么做啊？我该说些什么吗？我让李秘书把所有的日程都安排在10天以后。蜜月也是婚礼的一部分。你来安排就好。好。接下来是不是要？是的。听完，我们是不是应该做点什么？你太累了，先休息吧。就这，结婚当晚，你装什么假正经？Only with you could find. "老男人，我倒要看看你这座山什么时候被我撂着。
跑什么跑？看我不吃你！晚风吹来多少美梦，吹来多少轻松，吹走无数眼痛，迎着风，听看水影朦胧，遥望无尽星空。阿姨放假了，不知道你喜欢吃什么，随便做了点。你还会做饭？简单的会做，太难的我也不会。没想到老干部还有生活气息的一面啊！这个包子是阿姨提前做好，冻在冰箱里的，我热了一下。粥是我自己做的，你尝尝怎么样？好吃啊！月儿，你记不记得昨天晚上？昨天晚上干嘛？啊，那个之前苏毅说我睡相不好，我不会昨晚打你了吧？何止是睡相不好？哦，没有。啊，那就好。这话说回来，家里的空调是不是坏了呀？我昨天晚上一阵热一阵冷的，还梦到有一头北极熊一直在舔我。你怎么了？我说错什么了吗？没有。你先吃吧，我去收拾行李。这就是荆州第一画师人的身份地位吗？赵部长、赵太太，李秘书已经安排好了一切事宜，两位这边请。以前就算跟爷爷出门，也没见过这种阵仗。潜藏的危险太多了，月儿，跟我结婚，你受苦了。不会啊，对我来说还挺新奇的。你别太在意。明明受到束缚的是他却先反过来安慰我。月儿，有些光抓住了，就不会想放手了。开车。有你晴空万里是寻常，有你
赵先生、赵太太，房间已经派人仔细检查过了，没有任何问题，可以放心入住。之后二位如果有别的需求的话，可以通过内线电话联系我。这个是太太的朋友素怡小姐送到前台的，说是送给太太的新婚礼物，希望你们新婚快乐。你去忙吧。刚才我就看见了，外面有好大一个私人温泉。夜色多美，别浪费，邀请你去晚风里沉醉，让风吹走整个盛夏的炎热，只剩你我暧昧。和你的雾气在弥漫，打破着我往下坠。还以为双腿已经长出了，以为漂浮了太久，不适应陆地的氛围。饭这么大啊，你不下来泡泡吗？晚上昼夜温差大，你少泡一会儿。知道了，领导。和我爷爷一样。原来还是会在意的，赵廷文，我就不信接不下你这副假面。哎，真的很舒服哎。于是一到夜晚，我们就下潜，一直游到深水湾里缱绻。于是一到夜晚，我们就失眠，在我沦陷之前，你已被拦截。你跑什么？元儿，有没有人告诉我，一个再正经的男人，受挑逗多也会反击的？更何况，他还是你的合法丈夫。昨天不是还冷静辞职老干部吗？今天怎么挑衅一下，直接就这样了？我怎么了？你不是喜欢玩水？请过。放开，我累了，要先上去。赵太太，你溅了我一身水，现在就想逃啊？他怎么突然像变了一个人，好有压迫感。我耳朵进水了，要先回房间。你坐好，我去拿药。哎，我其实就是磕了一下，没什么事儿。你放心好了，我没那么娇气，我从小就皮实着呢。疼吗？还行。领导，你随身都带急救宝呀？
你不会是为了我吧？怕你受伤。青春。有几个合同？说。我总希望你在这里。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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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我接一下开面题。女儿，出去玩的开心吗？妈妈，开心。开心就好。你跟婷雯在一起吧，妈妈跟你说，你要跟婷雯多培养感情。蜜月啊是最好的时候，你们两个要抓紧，那个措施能不做就不做了，争取给妈妈带个蜜月宝宝回来，这机会多难得。趁你现在还年轻，恢复的好，婷雯年纪也不小了。哎，信号不好，哎，先挂了。你不准笑！好累呀！终于回来了。先起来吃点东西再睡。随便点个外卖吃一下吧。这里安保级别太高了，外卖进不来。那岂不是少了很多乐趣？赵廷雯，你是不是一直都过得很辛苦啊？做高高在上的赵部长，一定很不容易吧？还好。番茄鸡蛋面可以吗？我都行。唉，这张脸还真是做什么都好看。看什么呢？看你啊，你好看。尝尝。这也太好吃了，简直比外面卖的还好。没想到你做早饭好吃，做面条也这么好吃啊！不对呀，赵廷雯身居高位，又长得这么帅，不仅会做饭，还很会照顾人，怎么可能30几岁没结婚？难不成他的厨艺其实是在其他女人身上练出来的？怎么了？要问吗？会不会不太好？我跟他好像还没到那种可以互相公问隐私的关系。雨儿，可他是我的合法丈夫，问一下应该可以吧？你是不是以前经常给女朋友做饭？方宇，你抬头看着我，你觉得以我的工作状态，过去能有多少时间经常给女朋友做饭？赵家的家风，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以前阿姨休假的时候啊，都是我和我哥轮流做饭的。但是，赵太太，你是我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能让我心甘情愿下厨的人。
么样？蜜月泳池比基尼有没有被吃干抹净？火速你的战袍好不好看？所以我还没跟你算账呢，你脑子里能不能有点正常的东西啊？我怎么不正常了？新婚蜜月合法夫妻天经地义呀！快说，老干部看着那么威严，私底下是不是？我们都很累。累？你们两口子生活这么激烈的吗？所以，我要睡觉了。起来啊，把头发吹干再睡。措手不及，遇见你我开始变得不太聪明。虽然我们之间我年龄比你大很多，因为工作的原因，可能平时严肃古板惯了，但你和你朋友之间的玩笑，我能理解。我的心事变得透明，一意孤行，汲汲营营，寸步难行。该来的还是要来了吗？难不成是听到了所以八卦，所以……过去的10几天里，你应该已经适应了跟我同床共枕。我觉得我们应该继续培养感情。就从抱着我入睡开始吧。好喜欢你，像春天的花朵盛开在夏夜里，像北风吹过雨后你突然想起。好喜欢你，像春天的花朵盛开在夏夜里，像北风吹过雨后你突然想起。果然是我想太多，老干部比我纯情。新婚快乐，蜜月过得怎么样？秦总，您找我是有什么事吗？10点 A1 大会议室，新能源会议项目，我马上做准备。陈燕慈，她怎么会在这里？也是来跟我争新能源项目的？方宇学妹，好久不见。好久不见，陈师兄，没想到会在这儿遇见你。你们认识？陈学长是我同专业的学长，以前可是我们政法大学的风云人物，学霸光环统照整个法学院。谈新能源跨国项目之前，我先宣布一个任命：陈燕慈律师刚从英国知名律所归来，即日起将加入律所，成为新的合伙人，主导新能源项目的国际风控。大家欢迎。很荣幸加入金城律所，与各位共事，今后还请多多指教。新能源项目的最新情况，想必大家都已经了解过了。东道国环保部门凌晨通话，要求我们补充环保测评方案。按照他们的要求，工期延误，至少损失上百亿。这简直是狮子大开口，闻名世界环保之名，行刁难之实。好了，现在讨论这些没有任何意义。我们是律师，我们的职责就是拿起法律武器，捍卫外商部的正常贸易往来。新能源项目是由方律师主导，不如我们听听他怎么说。秦总，各位合伙人，针对东道国提出的新要求，我将策略分为4个部分进行阐述。首先是合作主体与项目概况，我们项目采用自发自用一键上网模式。
汇报完毕。我觉得方律师的策略思路非常清晰，我建议就按照这个方案来执行。那就这样，陈律师，你在跨国项目方面经验丰富，新能源项目就由你协助方律师。散会。方律师，之后就麻烦你多指教了。陈师兄客气了。东道国的环保局局长出了名的难缠，日后申诉文件如果卡在细节上，可以随时联系我。是故意的。为什么不吃饭？我吃过了。你就只吃了这个？这个申诉要点和证据链必须要在今天处理完，时间太赶了，拖不起。生气了？哎，算了吧。方大律师，就算你要为你的事业鞠躬尽瘁，能不能在此之前，你先保护好自己的身体？我喝完了，今天估计要很晚才能休息啊，要不你先睡，明天还有功课。我陪你。春天的你，夏天的你，方言，无论什么事，我都愿意陪你慢慢来。爸、大哥、大嫂，爸，小婶婶，你们这次蜜月度得怎么样啊？我小叔叔有没有好好陪你？有啊，注意规矩。我知道了，爷爷。你小叔他对我很好的。真的假的？那你跟我小叔准备什么时候给我要个弟弟或者妹妹啊？建华说的对，要孩子的事儿，你们要抓紧啊。爸，方远还小，刚接了重要项目，正是需要专注的时候。要孩子的事情，就顺其自然吧。对，我也听说了，这个允儿刚刚接手了东南亚的跨国新能源的项目，还担任了法律总顾问。年纪轻轻就能有这样的能力，这个事业心强嘛，是好事儿。对，孩子的事儿啊，水到渠成啊，咱们就等着吧。我是那样不明白事理的家长吗？啊？不过啊，少见听闻有这样关心别人的时候啊，到底是结婚了。以后啊，好好照顾媳妇儿。欢迎你们蜜月归来。来，干杯！干杯！吃。哎，好。
来，老公多吃点。怎么？只是羊肉，你不吃羊肉吗？也不是，只是不太喜欢羊肉的膻味。那是我吃过的，上面还有我的口水。没关系啊，夫妻一体，我不嫌弃。我们自体，我不嫌弃。可。夫妻一体，我不嫌弃。这是不是算间接接吻啊？相亲可以直接亲。方宇，我们是什么关系啊？夫妻。对，我们是夫妻。怎么会无时无刻把你梦？亲爱的人，亲密的爱人，这是我一生中最兴奋的时分。我着急去律所，早餐就不吃了。昨晚下楼，是我亲的，不够好。对，亲的不够好，照不着以后还是多多练习吧。上午你的补充发言很关键，把反制筹码的杠杆效应讲得很透。都是师兄前期梳理的框架讲得好。你后期的梳理工作做得也不错啊。还行吧。跟之前计划没什么区别，你就一直多那样。要是有不懂的可以随时问我。部长，喂。今天针对新能源环保项目壁垒的专题协调会召开，方老师也在。他跟我说了，方老师的师兄也在，就是金城律所刚加入的那位合伙人，听说是从英国著名国际律师事务所刚回来的。方云有自由交友的权利。今天小食堂的饭菜好吃吗？还行。是小食堂的饭菜好吃，还是有人陪着会更好吃？陈彦慈是我师兄，你吃素了？没有。真的没有？真的没有。今晚我去律所接你下班。方律师，
关于这次环保壁垒的反制方案，我还有几点细节想跟你研讨一下。师兄着急吗？我先生来接我回家了。先生？是啊，师兄，我结婚了。那师兄不着急的话，我们先上讨论。我先回家了。在外面站了半天，冷不冷？不冷，领导亲自来接我，被你暖到了。胆子不小，现在都敢拿我开玩笑。刚才那位就是你的师兄？他跟我是同专业的，比我大2届，也是我老师的得意弟子。方宇，你这么兴奋地提起他，我会有些遗憾。什么遗憾？我遗憾，在你上学的时候，我已经毕业很多年了。对呀，毕竟你比我大12岁。月儿，说错话是需要受到惩罚的。你月儿，我等这一刻很久了。I was waiting for the moment to arrive. 冷温气这么大，紧急任务，要出差去新能源的重点路段视察。这么突然？要去几天？大概1个星期左右。哦，我不在呢，你要照顾好自己了。希望我回来的时候，你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好啊，那我走了啊。师兄，早啊！早啊，你吃早饭了吗？风雨小心！放人！放开我！你是什么人？为什么敢光天化日的进律所袭击我？要不是你恶意收购盛安集团，害我失业，你不让我好过，我也不会让你好过。我主导的收购案又不止这一桩，你为什么认为你失业是我造成的？你背后有人，说是谁指使你？
没人支持我。方圆，我不会放过你的。麻烦把他移交到安保司吧，我要以故意杀人未遂起诉他。方远，你没事吧？陈师兄，我没事。太久没练习了，今天穿的又是高跟鞋，估计是刚刚侧踢时用力过度了。方远，方云怎么样？有没有受伤啊？哪里不舒服？秦总，我没什么大事，就是崴了下脚，可能今天得请假了。你放心回家，今天的事情我一定给你个交代。这件事情恐怕没我们想的那么简单。新能源跨国合作案牵扯到多方利益，赵廷文刚走，就有人迫不及待了。太太，您这是怎么了？伤那么重啊！来，慢点。那个啊，太太，冰袋。谢谢四爷。太太呀，你伤得这么重，有没有给先生说呀？新能源项目正在关键时期，赵廷文亲自去考察的重要路段更是重中之重，不能让他在这个时候担心。孙爷，我受伤的事不能透露出去，尤其不能告诉赵廷文。太太，该吃早餐啦！太太，您没事吧？太太，我进屋了啊！这么烫，手这么狠，怎么办？赵部长，你看，未来我们预计配合新能源项目，将这一片全部改造成光伏产业园。李老，新能源项目必定是我们的趋势，也是一定要做。领导，您的电话，家里来的。李老，抱歉，我失陪一下。先生，你可算接电话了。太太，她出事儿了。怎么回事？太太昨天早上去上班，在律所门口被个歹徒持刀伤害了。多亏太太身手敏捷，只崴了脚。可是太太不让我把受伤的事儿告诉您。今天早上发现他已经烧昏过去了。赵廷文，你要小心。赵廷文，太太，您醒了。这是这几位是负责先生身体健康的医疗团队，这位是周医生。周院士，这不是荆州医大的校长，享受国家级津贴的工程院院士，爷爷胸骨上的弹片伤还是他做的手术呢。方老师，你先别动。早上你昏迷的时候，我们已经为你拍片检查过了，脚踝的炎症反应比较剧烈，万幸的是骨头没事，短时间内不宜牵拉受力。另外，方老师可能还受到了一些惊吓，加上忧思多虑，这才导致发烧，需要住院观察2天，确认没事就可以回家了。麻烦周院士了。你好好休息。
哦，他们是先生刻意交代安保司的人24小时不间断为太太提供安保服务的。他生气了吗？太太，还是您自己给先生说吧。我是不是打扰到你工作了？你受伤了，为什么不告诉我，也不让孙姨告诉我？没有不告诉你，是怕你太担心。新能源跨国合作案牵涉众多，你刚离开荆州，就有人坐不住了。听闻，我担心你因我而掣肘。我担心你因我而掣肘。但是我也会为你担心啊。我们是夫妻，夫妻之间应该彼此坦诚，你不能剥夺我担心你的权利。对不起，下次不会了。好好养伤，等我回来。孙姨，我的腿已经消肿了，周院士都说了，我可以正常走路，只要不剧烈运动就行。你弄来这么一张轮椅，是不是太夸张了呀？太太呀，你就老老实实在家待着吧。先生啊，已经让李秘书打过招呼，请过假啦。在先生回来之前呢，你呀只能居家办公。他这是独裁，是专制，我要抗议。那你就等先生回来，当他的面抗议吧。现在啊，你该吃药了。赵挺文书房里怎么会有这么多法学书？奥斯汀老玫瑰，这不是我最喜欢的玫瑰品种吗？奥斯汀老玫瑰，赵挺文什么时候偷偷在这给我藏的惊喜？能做的这么完好，又富有艺术感，看来赵挺文真是花了不少心思。没想到他平时看起来那么严肃古板，居然会躲在书房里偷偷制干花，还挺有反差感的。花开无尽日，重逢自有时。2017，那岂不是8年前？那时候赵挺文还不认识我，也不可能是为了我。那这朵封存的玫瑰标本，又是为了谁？至少能给你留一点什么。太太，吃药了。太太，您不舒服吗？孙爷，你来赵家多久了？我已经在赵家待了20多年了，之前在老宅专门照顾少爷的。20多年，那岂不是很了解赵挺文？赵挺文的干花标本是为谁制的？他心里又在想着谁？不好直接去问他，但或许可以从孙姨这里打探一下。孙爷，
你觉得赵廷文是个什么样的人啊？先生啊，他是个严肃又自律的人，从小就天赋异禀，21岁就拿到博士学位了。先生对自己要求非常严苛，几时起，几时睡，做什么事儿啊，都精确到分钟。在遇到太太之前呢，他好像都没有什么情绪。只有在太太面前呢，我才发觉他好像从画里活过来的。他就没有点别的什么兴趣爱好吗？比如养花什么的。他哪有这个时间呢？照孙怡这样形容赵廷文这样的人，竟然愿意花时间将一朵玫瑰制成干花，并且还题字纪念，那是不是说明这个人对他很重要？到底是什么样的人能成为赵廷文的求之不得，以至于他如此珍重地封存这朵黄玫瑰，封存他遗憾深情的往事。看不出来啊，赵廷文同志，你还挺长情的。没看见，难得有位朋友了解。等待着缓缓的风吹过夜空。什么时候到的？先别抱，我刚从外面进来，身上带了一身寒气，我先去换身衣服。辛苦了。我在专题报道上看到你了，很帅。月儿，你醒着的时候可没这么诚实。我先去洗澡。我刚刚到底说了些什么？哎呀，方云，你还真是色令之婚啊！想没想我？有时我会想念，想没想？这个房间想。只是我没朱院士说妖精啊，没有拒绝，
看来你准备的差不多了。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要睡觉了。赵太，你的反应呢，是骗不了你自己的。等你脚踝的伤好了，我们再深入交流。赵廷文，你根本不像孙莹说的那样，什么严肃冷漠，都是骗人的。明明白白我的心，渴望一份。孙怡是外人，她所了解的只是作为外人看到的一面，或者说是我允许她看到的那一面。鱼儿，我们才是夫妻，你看到的我才是完整的赵廷文。别通过别人的眼睛来看我，好吗？你有一双温柔的眼睛，你有善解人意的心灵。是啊，我现在看到的才是最完整的赵廷文。至于那朵玫瑰，既然已经被他封存了，我又何必再提起来呢？就让它留在时光里，成为赵廷文的一段回忆吧。我跟他的当下才是最重要的。李秘书，昨晚荆州下雪了。是啊，领导，下挺大的，路面上都是积雪。下雪了，路面上容易结冰，稍不留神啊，容易栽跟头。部长只是担心夫人脚伤，怕她站不稳，容易在雪地上滑倒。是，您提醒的很及时，我会跟市政的人沟通，反复清查，确保没有遗漏。外商部那边，基础产业司下达了最新意见，这已经是第3次了，又没有通过。我看那个张司长就是存心调查。第一次说我们文件不齐全，第二次说我们格式有问题，这次又是什么原因？他说我们用的预案不足，需要进一步量化分析。这种模棱两可的话术，一看就是在拖延时间。我们之前得罪过他？我跟他就素不相识，那就是背后有人受益了。方宇，明天晚上紫辰饭店有一场半公开的商务晚宴，听说张司长也会去，还有几个参与新能源跨国合作项目的负责人。您的意思是，你和陈律师跟我一起去，就以律所高级合伙人和项目法律总顾问的身份，我们一起去探探这个张司长的口子。太太的脚伤怎么样了？啊，赵先生，您太太的伤恢复得很好，已经没有什么问题了。谢谢。那我就先走了。赵廷文，你干什么？周医生都说了，你脚踝的伤已经好了，我们是不是要把昨晚没完成的事情今天做完？哎呀，不行，我明天还有事呢。明天真的有事儿，要去紫辰饭店参加商务晚宴。需要我出席吗？外商部那么多项目，难道每个相关的商务晚宴你都要出席吗？明知故问啊。你身份敏感，出席这种场合难免有徇私之嫌，还是留守后。实际里暗流涌动，你可一定要小心啊！你要发挥你的特长，做好你的专业即可，其余的事情不要听，不要碰。还有，你身后有我。风
这些都是赵廷文10多年的经济智慧和处世哲学。他是真的在用心将我托举到跟他一样的高度，让我能够跟他并肩。我知道了，谢谢你，赵廷文。真要谢啊？那先让我收点利息吧。你就像风在说话，顺着我方向，你就像海中的那个就是张思，去看看。明白。张司长，晚上好。哎呦，秦总，方律师，方律师今天看着可真漂亮啊！不愧是方家的千金呐。方老爷子最近身体怎么样啊？我正说开春呐，给老爷子请安呢。爷爷他一切都好，您的关心我一定向他传达。说起来，您最近也十分辛苦吧？新能源合作项目卡在基础产业司，您承受的压力想必也不小吧？哎呀，多谢方律师的体贴啊！临近年关，我们部门到处是报告呀、总结总是层出不穷。司长的辛苦我们有目共睹。不过您也知道，新能源合作项目牵扯各方，需要国内外协调。目前国际协调会议已经排到了年根底上，咱们这边再卡下去的话，后续的连锁反应恐怕不是我们能承担的。我们也理解方律师的困难，只是这专家评审方面还需要一点时间，除非上面给我们明确的关注和指示。部长，这份文件需要您签下字。部长，是有什么问题吗？等下还有什么安排？部长问时间，是想亲自去接夫人。部长，您今晚暂无其他既定的行程安排，不过新能源跨国项目今晚在紫辰酒店有商务晚宴，相关负责人都会出席，是否需要我安排车辆送您过去稍作停留？不必停留，我自己去写。更高层面的指示，他是在暗指爷爷，还是赵廷文？当然了，这只是我个人的想法给一个思路，一切还是要靠方律师。我还有应酬石梅石梅。看来今天又没有什么结果，我们还得再想想办法。也不知道是哪位大人。王老师，请上车。张司长，部长他是专门来接夫人下班的，私人时间，请勿打扰。不是说好了，以你的身份不适合出席这种场合吗？我也同样跟你说好了，你只需要做好自己的专业特长，其余的你身后有我。老狐狸，玩这种文字游戏。宴会怎么样？马马虎虎吧。宴会上好多人看我，秦总也说我是律所的门面。我今天这样好看吗？好看的让人着迷。於對岸共無單人舞，我問你問上太空，就離人間的黑洞。搖搖頭別說話，抬頭望十字星發個夢，憑回憶似劇痛，燈塔上共你雙人舞。那个，今晚的月亮看着还挺亮的哈。
水仙正坐立对白的离去。你还有心情关注月亮？关灯。我不管，我想看着。赵婷文，月儿，今晚的月亮好看吗？月儿，该起床了。你有没有哪里不舒服啊？那你叫声老公听听。赵婷文，跑什么跑啊？昨天晚上你不叫的挺好听的吗？赵婷文，你做我错了，错了，不叫就不叫，咱们留着晚上叫。冻结那时间，冻结初遇那一天，冻结那爱恋，冻结吻你那瞬间，我也会疲倦。方律师，我没打扰到你吧？秦总，您怎么来了？我们的提案卡在基础产业司很久了，我看昨天来接你的那位，好像是……你看啊，能不能让赵部长跟张司长说说，把我们的提案给通过了？这么迫不及待想利用赵挺文的关系？秦总，恕我直言，您是我的老板，也是我的前辈，我非常感谢您对我的栽培和信任。但是在律所，我只是我的名字和背景代表不了任何东西。我不希望这些东西影响到我们之间纯粹的职业合作，这会让我感到非常的不自在。方律师啊，秦总，你们律所的提案通过了。真的啊？哎呦，太好了，多谢张司长。方律师，律所的提案通过了，这个月的奖金我给你翻3倍。您之前让我提点周司长的话，我已经带到了。张明宇不过一个副司长，一直卡着新能源项目流程不肯通过，不过是急于向周洪德这个老家伙投诚。看来有些人啊，是坐不住。立威是假，急着要替方老师解决问题才是真的吧？领导，您看您最近工作量大，晚上回家还要操劳，我就擅作主张，把您的龙井换成枸杞了。多事。有话直说。张明宇那边是你去打过招呼了？月儿，我说过，你只需要发挥好你自己的特长即可，其余的一切由我。赵部长真的愿意什么都替我解决吗？只要是你。是好看吗？
书再好看，也不及你的1/1000。老婆，咱们是不是该继续早上的话题了？什么话题？看来我有必要提醒你一下。赵婷雯，我明天还有工作呢。老婆，求你了，就一次，好不好？他这样，我根本招架不住。关灯。赵婷雯，赵婷雯，赵婷雯，你根本说话不算话。哎，老婆，我帮你洗。赵婷雯，一恋爱我会撒娇又耍赖，一恋爱我会体贴又关怀，看着情人早上5点多钟叫我起来跑步，你到底是怎么想的？月儿，你身体太差了，要多锻炼。所以昨天晚上跟我说的锻炼就是早上5点钟叫我起床跑步。怎么，你不喜欢？那我们换个其他项目。外商部这周提交的方案我看过了，没什么问题。不过，被你说打错的，我不是你那个什么。你想找月儿，晚上几点下班？月儿，你如果不喜欢早上锻炼的话，晚上也可以。怎么样过什么样的生活？生气。是否能耐寂寞？他把我拉黑了。谁总是应这样做？李秘书，你进来一下。部长，你有什么指示？李秘书，如果家庭成员之间因为一些日常琐事，导致对方情绪上出现了一些阶段性的抵触反应，甚至对方采用了直接的沟通阻断措施，领导，这是惹夫人生气被拉黑了吧？你有什么经验可以谈谈吗？啊，领导，一般这一种情况下呢，您可以先给对方提供一些情绪冷静的时间，然后再适当的提供一些具有情感慰藉价值的行动或者物品。最后，态度诚恳的跟对方认真沟通一下。李秘书，你总结得很好对我的启发很大。行了，你去忙吧。是。看来哄老婆也是一门学问，得列入近期重点研究议题。我回来啦，怎么还没休息？你为什么把我的微信拉黑了？啊，怎么会呢？哎呀，是不是信号不太好啊？你看，这不是好好的吗？生气了？
谁说我生气？然儿，不高兴要及时告诉我。我5岁就没了母亲，自那以后，就是老爷子一手把我带大的。在他的眼里，我首先是赵家的继承人，其次才是他的儿子。我从小到大，一举一动都要遵照标准，从饮食起居到接人待物，我都一直做到最好。唯独只有感情，在赵家子弟的价值观里，只有感情是需要被规训，甚至被剥离的。所以，我是真的想做一个好丈夫，只是有的时候会显得很笨拙，会失了分寸，会有让你不高兴的时候，那并不是我的本意。所以，希望你以后能随时监督我。像千把河流，它一直走，坚定了眼眸，我举起手，拥抱着岁月。我不喜欢早起锻炼。好。晚上也不想，你根本不喜欢锻炼。都听你的。这么晚了还不休息啊？你过来。我坐在这儿不会影响到你吧？不会。那我用你电脑查下资料。嗯。这不是我大学时候发表在核心期刊上的第一篇论文吗？你怎么会保存啊？还放在桌面上？这可能是当时做相关项目调研的时候，系统资料库随意抓取的。不对。不对，赵廷文，你撒谎的技术可不太高明啊！如果是资料库随机抓取的话，你又为什么会特地保存下来？而且这篇论文的时间那么久远了，你到底存了几年？你是不是早就……你是不是早就在关注我？早在我成为赵太太之前，甚至更早。老婆，你就别乱猜了。后天就是除夕夜了，要不要我们一起商量一下年假该怎么过呢？他这是不想说？算了，每个人心里都有秘密，即便是赵廷文，即便这秘密是关于我。你说，我听。按照以往惯例呢，除夕的慰问那肯定是推不掉的。这样吧，你先回老家等我，我尽可能的赶在12点之前回家，好吗？好。后天年初1，我陪你去方家，给爸妈还有爷爷拜年，好吗？都听你的。赵廷文，你身居高位府，运筹帷幄又如何？竟也有今天这样狼狈的时候，还需要动用工作部署的资源，才能勉强藏住当年那份早已生根，却羞于在妻子面前提及的心思。爸、哥、大嫂，
最近身体怎么样？非常好。景浩，我们去厨房包饺子吧。好啊，走。二夫人，小小姐，不用管我们就是包着玩的。下去吧。是。该。小婶婶，嘘，这么多啊！二少爷，快尝尝吧，这是夫人特地给您包的。包的。包的不错啊，挺好吃的。哥，你们都尝尝。来，那再尝一个啊。怎么了，婷雯？是不是饺子太烫了？哎，是啊，老公，是不是噎着了？哎呀，来，弄晒了。没事，大嫂，我就是呛住了，没事。这饺子的味道真不错，还可以，老婆，你跑什么？难不成是因为做了什么坏事，所以心虚？我怎么听不懂啊？听不懂。等一下你就知道。赵婷雯，我错了，快放我下来！爸妈，爷爷，我回来啦！妈，我想死你了。妈也想你了。爷爷，新年好！新年好！你和婷雯相处的怎么样？您最近身体怎么样？她对你好吗？妈，你别担心，婷雯她对我挺好的。她对你好啊，我就放心了。要是你们啊早点要个孩子，那就更好了。妈妈，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新年快乐！快乐！听闻啊，我们家允儿从小被宠惯了，脾气呢有时会有点倔。如果有什么做的不好的地方，你多担待，也多教导。岳父，您说笑了，我跟允儿是夫妻，怎么能谈得上教导呢？太好了，那我们就放心了。来吃菜，吃菜。好，慢点吃。还有那个油焖冬笋。好。允儿，你在赵家过得还习惯吗？妈妈，你也看到了，她很照顾我。那你和婷雯这蜜月也过了，有没有什么好消息啊？我才多大，还不着急。赵婷雯工作有多忙，你又不是不清楚。我们哪有空要孩子呀？等过几年再说吧。允儿年纪是还小，但是婷雯今年都已经36了。她这个年纪，要是早点结婚的，孩子都已经上小学了。说是工作忙没时间，
难道是已经力不从心了？女儿，妈知道你们年轻人想法多，但生孩子这事啊，讲究天时地利，关键是这男方的身体状况。身体状况？赵廷文他身体挺好的呀。就是他那方面，要不你带他找个专家挂个号检查一下。妈，你说什么呢？赵廷文的身体好着呢，你就别瞎操心。结婚这么久，我怎么不知道赵廷文会抽烟？顾源，你怎么出来了？没事的，父伯，我就是出来透透气。看见您啊，我又想起很多年前，也是您在这个院子里忙碌。顾源，你的记性太好了，有些年头了。那会儿啊，花篮的花开得真好看，小姐打小就脾气，总往花丛里钻。花开花落都有它的因果，树影摇曳是时间的歌。有些年头了，想什么呢？没想什么，累不累啊？要回家吗？赵廷文，你经常抽烟吗？偶尔，压力大的时候，或者需要一个人静一静的时候。所以，那些需要一个人静一静的时候，也包括着对书房里那朵黄玫瑰标本睹物思人的时候吗？赵廷文，你刚才是在想棘手的工作，还是一些工作以外的人？对了，你想问什么问题，可以直接问。你书房里那个黄玫瑰相框，它是不是代表一件很重要的事，又或者一个很重要的人？你还没告诉我答案呢。那朵玫瑰别再寂寞的拥抱。赵廷文，我今天有聚会，肯定要晚点回来。定好地方。定好啦，在兰亭。玩的尽兴。知道啦。早点回来。
祝大家新年快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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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黑。你真的懂我意，在听我，并不简单如呼吸。别真的希望你能理清，若没交心，怎么说明我真的爱你？拒绝不经意，眼神中飘逸。我接个电话。总是在闪，新年好！新年好呀，景和。怎么突然给我打电话呀？就是我妈让我问问，今天给小叔过生日吗？她说以小叔的性子，肯定当平常日子就过。生日？今天是赵廷文生日。小婶婶，你不会还不知道吧？虽然他从来都不过，家里人也都敢提，跟他不一样啊。我以为你会。刚才那位是方家的千金。蛋糕是有了，送什么生日礼物呢？女士，您看看需要点什么？我知道爱本质无疑，是因为人多的拥挤。你不想证明，你怎么回来了？是你觉得聚会挺无聊的，没什么意思。证明我还是跟你待在一起舒服。好香啊！你在做什么好吃的？我来帮你吧。小心烫，你去外面等我就行。去吧去。赵廷文就这样等我回家，等了多久？开造开造。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因为生日。痴心燃烧。这位，听阿姨的话，走。永夜推开，只爱手摆开，害怕穿越未来，生生漫漫。从那以后，我就不再过生日了。生日快乐，赵廷文！为什么耐心不甜？为什么风景不美？因为你在身边，世界只剩下一个焦点。在这之前，我到底是谁？你出现我眼前。赵廷文，以后的每一年生日，我都会陪你过的。你就在我身边，和你只哭一声，生活甜。快许个愿吧。只愿芳一生无忧，喜乐顺遂。可以吃饭啦。好。今天这样的日子值得干你。非常是。准备。准备。
对了，不，你不是喜欢玫瑰吗？那我就送你一朵永不凋零的玫瑰，比你书房的那朵肯定要长得多。谢谢老婆，我很喜欢。不过，这么大一朵金子做的玫瑰，肯定很值钱。都喜欢，因为啊，都是你。什么都是我。这里都是你。书房里的红玫瑰也是你，从来没有过别人。真好，赵天文，原来你这么喜欢我，我也好喜欢你。小醉猫，睡觉吧。要洗澡？帮我洗，像昨晚那样。老婆，那你别后悔。醒了，头疼不疼？看，把你昨晚的话再说一遍给我听。先吃早饭，把肚子都饿坏，吃完再讲。听你的。你吃饭的样子真好看。认真吃饭。你不就喜欢我这样看着你吗？说起来，你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喜欢我的呀？很久了。是你兴奋的转身，
8年。是我们努力生长而无助的。那么早？那你怎么不早点来找我？那么喜欢我，那为什么非要等我？你就不怕我跟杨君也真走到谈婚论嫁那步？不会。你怎么就知道不会？难不成你还未卜先知不成？李秘书，你进来一下。领导，我记得杨君毅现在身边跟着的那个女孩，家境貌似不太好，一心想着傍上杨君毅，嫁进杨家。但是杨君毅现在有联姻对象的事，他应该还不知道吧？找人帮他一把。是部长。你跟他不会走到一起，你们骨子里的底色就泾渭分明，心性、气场、所求更是南辕北辙，注定无果。你这么一说，好像也对。强扭的瓜不甜，看来还是天意。吃完饭，今天想不想出去走一圈啊？去哪？云泉山。萧廷文，你快点啊！雪太厚了，看路。萧廷文，快来陪我堆雪人。好。萧廷文，快跟我的大作合个影。手冷不冷？我没事。我从小到大，除了证件照，几乎没怎么拍过照片。你就跟着我来。3、2、1，放轻松一点，笑。3、2、1，签字。妈，你快看，小叔竟然跟雪人合影了，这算不算铁树开花呀？你这年纪也不小了，也该尽快成家立业了。父亲说的是，父亲，您的老战友方叔身体依旧硬朗，前一段日子我还看见他在院子里打太极呢。方家门风清正，家风严谨，是几代人的根基。方家那位小孙女，她行事果决，办事颇有章法。若论合宜，方家小孙女倒是方方面面都契合的人选。确实不错，这丫头啊是块璞玉，灵透的很呐！啊，那就有劳父亲。傻孩子，这哪里是铁树开花，分明是苦尽甘来。你猜我是什么时候发现你书房里那个黄玫瑰相框的？什么时候啊？在你去重点路段考察的时候。那天我不是脚受伤了吗？然后闲得无聊，看见你书架上有好多律法书，我就拿下来看。哎，你在相框上提的那行字，老实交代，你当初写下那行字的时候是什么心情？是不是觉得特别的文艺忧伤？与其焦灼，不如安静等待。我相信，我们一定会重逢。
哦，原来是这个意思啊！我当初看到的时候，还以为你有什么求而不得的白月光，毕竟小说里都这么写，高门世家的子弟爱上了身份悬殊的女主，害我白难过那么久。你这小脑袋瓜里啊，一天都想什么呢？以后啊，再遇见什么让你心生误会的事情，无论大小，第一时间要告诉我。那你现在就告诉我嘛，省得我以后瞎猜。不急，剩下的等你慢慢去寻找。月儿，这是一场开卷考试，答案就在那里，等你一一的把它们找到。听完，如果我是说，如果我只是个普通人家的孩子，不是方家的女儿，你还会喜欢我吗？如果真的是那样，那我们不会有任何交集。但是，命中注定你是方家的女儿，所以命中注定你会属于我。在想你的夜，我告诉自己，这就是运气。你骄傲的姿态里，我允许。尊敬的方允律师，本院诚邀您作为荣誉校友，就全球化背景下跨国商事法律风险防控新趋势进行一场专题演讲。尊敬的各位校友、师长，大家好！今天我们共同探讨的主题，关乎每一家跨国经营企业的生存根基。方律师久仰了，今天的演讲非常精彩，不愧是晋北法学院的骄傲。过奖了。请问您是？周景行，我也是晋北的校友，比你高几届，是经管学院的。原来是周师兄。周师兄怎么有空来听法学院的演讲？我现在在家族企业里面帮忙，宏远建设集团，主要是工程基建领域。近期承包了新能源跨国项目的部分路段，就想着过来取经，没想到现在是方律师的演讲。宏远建设确实是新能源跨国项目的重要承制方。宏远实力雄厚，师兄能参与新能源跨国项目的建设，也是实力的一种表现，不必过谦。在方律师这样的专家面前，我可不敢多大。说起来，刚才路过法学院，看见里面那棵老银杏树还在。想必到了秋天，风景依旧啊。真是时间不等人呐，想必方律师还有事情要忙，那我就不多打扰了。今天能来听方律师的演讲，倍感荣幸。这是我的名片。以后如果有法律问题要咨询方律师的话，还请方律师多多指教。师兄客气了，校友之间相互交流是应该的。那我就祝方律师一切顺利，期待有缘再见。小雨，难得回来一趟，跟我一起吃个便饭，咱们师徒啊好好聊聊。好，听老师的。好，走。允儿，你怎么会在这里啊？
杨先生，好久不见。看来京城的工作确实繁忙。哎，允儿，你看着比从前干练多了。只是赵家那样的门庭，想必规矩也多，你还能兼顾事业，实属不易。君逸啊，姑娘，长得标致，能见精益，天赋和努力都不可或缺。小月龙门跨阶级也是人之常情，但路有很多条，依附于人，用青春和尊严换取阶级，是最不牢靠的人。况且，你把前程寄予一个……总之，得失你自己衡量，别到最后把自己的脊梁和亲戚都舍了进去。方宇，你瞧不起谁呢？分手！不愧是方宇。周总，需要和方小姐打声招呼吗？不用，太频繁的在一个人面前出现，难免会让人生疑。方宇，我们很快会再见面的。都这么晚了，赵廷文怎么还不回来？月儿，这是一场开卷考试，答案就在那里，等你一一的把它们找到。我倒要看看你还藏着什么秘密。找什么呢？你怎么才回来呀？吃饭没有？我吃过了，最近有很多事情要忙，所以会回来的很晚。你不要等我，要自己先睡。红玫瑰，这么晚了，你特意买的？我路过花店，看他们开的很好看，我想着你看见，一定会很喜欢。谢谢老公。你刚叫我什么？啊？什么？乖，再叫。新能源的关键路段已经进入到最后阶段。据承包路段的宏远建设集团反馈，临川当地的村民对于安置和补偿细节有异议，出现抗议情绪，需要派出专业的律师进行调解。方律、陈律，你们对于处理大型基建项目的法律纠纷经验十分丰富，临昌这趟非你们亲自带队伍。没问题。临昌当地情况复杂，到时候一切小心。你也是，陈师兄。应该快回来了吧？要不给他做碗面？上次看他做，好像也不是很难。为想你为什么不快乐？我们看看幸福手册上他说些什么。我要守着年底总是很犹豫，命运安排我们日子都有许多坎坷。如果发现错了，就马上改过，别让快乐走了。哦，爸爸爸爸，你回来了，我先等会儿，今天马上就吃过了。拜拜，你会快乐，交个朋友你会快乐，孝敬老人你会快乐，有爱情你会快乐。
我们允儿现在都这么能干，都会做面了。别闹，我做的，快尝尝。其实不错。这个面熟了，这个鸡蛋也煮熟。好咸啊！哎，你别吃了，我倒了吧。啊，没事的，能吃完，这是你的一片心意。唉，我以后还是别霍霍你了。没事的，我才不害怕你霍霍。不过厨房油烟味太重，对身体不好。以后这种事情啊，就交给我，或者交给阿姨。你的心意啊，我都收到了，比什么都甜。好吧，看来厨房确实不是我的主场。哎，对了，差点忘了告诉你啊，我明早要去临昌。那么早啊？这么着急吗？项目急，涉及关键路段纠纷，得尽快解决。临昌，我记得当地承接新能源项目的似乎是宏远集团。怎么了吗？我会给你增派安保人员，到了那边一切小心。到了临昌，要记得给我打电话，第一时间报平安。知道啦。手机要保持时刻畅通，方便我随时能联系到你。好。临昌可不比家里，天气冷，我在你的行李箱加了几件护衣服，你到了就穿上，别工作没干嘛，先把自己冻定。一切听从领导安排。别让我独自守候，等待着还有点时间，你再睡会儿。等待你默默凝望着我，告诉我你的未来属于我，除了我别无所求。到了。到了。这次出差，陈言辞跟你一起啊？他是律所的合伙人，秦总指名要他去的。怎么了？
会羡慕。我也是。抱歉，大家久等了。没事，来得及。走吧。我来吧。谢谢，我来吧。没事，我来吧。临昌那边的工作需要重点了解一下，尤其是基础产业司司长周洪德和宏远建设集团董事长周景行的情况，包括他们过往的履职、经营情况，以及在临昌的关联脉络，全部给我调查清楚。是。大伙看啊，他们就是上面派来人强行征地的，嫌我们村民不守法是吧？啊，就是。天哪！大家听我说，我们这次过来就是跟大家商量征地后补偿的事情，只要不签合同，没有人敢强行征用村里的地。我们才不相信你说的话呢！你们这种律师最会骗人了，骗子！大家冷静一下。哟，挺热闹的呀，啊？柳叔，这么一把年纪了，还发这么大火，什么话不能好好说呢？围着项目组的同志，这想什么话？景行啊，这不是我们闹，是他们。行了，都散了吧。项目组的同志过来，就是为了解决问题的。派几个人跟我去祠堂，和方律师他们好好聊聊。好巧啊，方律师，没想到在这儿碰上了。好久不见。方律师，你跟周景行认识？哦，当时我回母校演讲时认识的，还留了名片，只是没想到会在这里遇见他，这事儿还多亏他了。白天的事情恐怕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来之前我做过调查，宏远建设集团是临昌当地最大的企业。你的意思是？柳溪村的村民为什么会提前聚集在村口，精准地认出我们？周景行来的时间又为什么会那么巧合，刚好就阻止了这场冲突？他这是在向我们，更是向你展现他在临昌当地无所不能的影响力。这是一种示好，更是一种无形的威慑和提醒。我接个电话。临昌的工作处理的怎么样？你要小心那个周景行，他父亲是基础产业司司长周洪德。你那边还有其他人？哦，陈律师也在，我们在讨论临昌的工作进展。哦，工作？这么晚，他一个单身男性待在你的房间里处理工作，这有些欠妥。我觉得你说的非常对，这样吧，我让陈律师先回去，我们改成线上讨论。你笑什么？就是觉得你吃醋的样子怎么这么可爱？你吃起醋来的样子怎么这么可爱？月儿，你这张嘴真是不容易。是啊，我就是吃醋了。这么晚看见其他男人在你房间里，即便我知道你们就是在谈论工作，就是不舒服。才分开3天，我都感觉分开3年了。月儿，你要理解我的占有欲。知道了，我这就改成线上沟通。你也早点回去休息啊。晚安。晚安。进。领导，顺着周洪德和周景行父子查下去，查到了新的关系网。之前在您视察重点路段的时候，方老师就曾遭到了持械袭击。据查，
这个袭击方老师的歹徒也是临昌人。之前基础产业司副司长张明宇卡了律所的提案，就是受这个周洪德指示。这个周景行之前就在京大法学院的时候私下接触过方老师，此人心机深沉，颇有城府。方老师这次临昌之行恐怕有危险。通知下去，立刻对周洪德实施抓捕。听说方律师最近的工作进展不太顺利。方律师，临昌这边的工作重点其实很简单，就以柳熙春为例，你和他们讲道理，他们是听不懂的。倘若你和上面打声招呼，周总这是要贪污重点项目的资金？方律师，话怎么能这么说呢？新能源跨国项目涉及我们和东南亚8个国家的光伏产业合作，项目资金高达数千亿，难道每一笔钱都有去处？况且，以你和上面的关系，打声招呼应该很简单吧？周总，你所求，我恐怕不能如愿。方宇，我是欣赏你，才有今天这场谈话。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别忘了，临昌是谁的地盘？周总，谢谢你的欣赏，但我是一名律师，法律的红线就是我的底线，底线之后无可退让。这次的谈话我已经录音取证，我会继续追查的。不识抬举。好，好果子不吃，那就吃铁力劲，让他尝尝我们的手段。是。手机。方律师，看来今天人和手机都要留在这儿了。你怎么来了？把他们4个带走，好好查一下和周景行的关系。是。田文，月儿，我无法想象，如果今天我没有及时赶到，如果你今天受伤了，我该怎么办呢？没事了。月儿，我这一生什么都可以失去，我唯一不能接受的代价就是失去。想要把绚烂紧紧握在手中，忽然发现你已不见。少爷，集团账户被银行冻结了，我们名下所有资产也被法院查封，还有
周景行，我要控告你非法侵占公共财产，转移公司名下资产，故意教唆他人杀人。根据刑法第29条、第271条、第272条，3罪并罚，你的余生将在监狱里度过。王爷，你以为这样就能赢了我吗？只要有我爸在，你能奈我何？周公子，抱歉，让你失望了。你的父亲周洪德恐怕要和你在监狱里团聚了。带走。对。为什么总有人想要践踏别人，视他人生命为蝼蚁？为什么总有人想要冲破道德的底线，法律的规则？我们只是想维护正义，怎么就那么难？月儿，这恰恰说明你做的是对的。正是因为你做的太对太好，所以那些藏在黑暗、见不得人的跳梁小丑才会攻击你、伤害你。你根本不需要理会他们，只要坚持你认为对的事情就好。我觉得你说的对。我首先是一名律师，维护法律的正义是我的责任。我相信，公理之下，正义的光芒将会破除所有的黑暗。而我会一直在你的身后，成为你的底气和支撑。规则之内，尽我所能；规则之外，为你筑墙。黑夜都不必害怕，为你擦亮星光，这一生守护你一路光亮。给我准备了什么惊喜啊？还这么神神秘秘的。还没到春天，你从哪里找来这么大一片黄玫瑰？父亲答应我跟方家联姻的时候，我就播好了种子。那么早，赵部长是蓄谋已久的行家呀。你老实交代，你是不是早就想到有这么一天了？你这人看着端方持重，实则就是一只老狐狸。夫人说的是，8年前的那个午后，你就那样照进我的生命里，明亮、自由。月儿，我的人生有很多遗憾，但我不想再错过那朵花。错过之前说过跟方家联姻的事可以提了，我想要的从来都不是什么名门闺秀。月儿，我相信我们一定会重逢。那就先领证，下个月办婚礼。你只需要发挥自己的特长即可，一切由我。如果知道会跟你结婚，会这么爱你，赵廷文。听闻，赵廷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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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定早早的找到你，守着你，不会让你这么孤单。无边界无岸，我亲吻了河川，春去春又还。这是最好的时节，花海开得正好，但只有你，永远是我独一无二的玫瑰。我的爱
因你盛开，不管在寒冬还是春天，只有爱为你盛开，不管在今生还是永远。